大家晚上好啊！已经有人抢到沙发了啊，4点钟就抢到沙发了，好吧？以色列没攻伊朗嘛，这个不知道啥，这都是来的太早了，同志们，你们这个实在是有点早。看看今天有几个人，直播管理，对，10几个人，让我去发个推特。对，然后那直播开始了，声音有吗？Setting Audio，声音也有，没问题。那看看，晚上好。今天也试着跑步听节目，哎呀，这个大家越来越健康了，非常棒。刚从土拨鼠那儿过来，哎呀，对，他那边也是在折腾。呀，这是22个月的老会员了，这是在意大利的朋友。正好今天讲的这个可能跟你还有点关系啊，咱们来讲一讲永辉超市。咱们今天呢2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呢是名创优品保护性收购永辉超市，受伤的真的是胖东来吗？第二个故事呢是讲一下 OpenAI 啊 ，OpenAI 终于完成了它的融资，开始摆烂 ，Dev Day 直接都什么也没发，感觉，对吧？这是今天要讲的。哎，感谢邱总打赏。好，我们开始讲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先讲一讲名创优品保护性收购永辉，受伤的真的是胖东来吗？事情的原始信息是这样啊，9月23号，名创优品跟永辉都发布了公告，63亿人民币收购了29.4%的永辉股份，成为了永辉的第一大股东。大家要注意啊，永辉超市是一个上市公司啊，它是个 A 股上市公司，而名创优品呢，应该是一个在港股和纽交所上市的公司。那么上市公司之间的话，他们这种收购就直接是在股市上买别人家的股票就好了，对吧？所以并不涉及增发，所以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永辉也不会得到新的现金。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市场上就有各种舆论和反馈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第一个叫胖东来被背刺了。什么意思呢？因为胖东来啊，也就是于东来呢，是在前面对永辉超市进行了帮扶，帮永辉超市去改店，改他们的各种的制度，改他们的员工待遇，改他们的供应链啊，改这些东西。而且经过胖东来的改造之后，永辉超市的很多家门店客流量暴涨，销售额暴增，对吧？那么现在本来是可能胖东来能够得到永辉的，结果没有得到，对吧？那么就导致了现在是名创优品得到了永辉，那么胖东来呢就宣布说不再帮扶企业了，不费这劲了。所有胖东来的员工呢，最快9月底，最慢10月底都回家，正常该休假休假啊，自己去过自己的日子。永辉里边的胖东来商品，因为走了很多胖东来的供应链商品在永辉里面销售嘛，也都出现了断货。虽然后来于东来本人也出来辟谣说，哎呀，说我们这个帮扶还会继续啊，只是不再有新的企业进行帮扶了，而且再帮扶的话，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员工跑到
对方的企业里头去了，你想学你就自己来这儿学来，对吧？咱们以后的帮扶就跟原来不一样了。那么永辉里边这一次到底是不是胖东来受伤了？那么一定是啊。胖东来呢，应该并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他通过这种永辉改造的话，他其实是有可能借壳上市的啊。但是现在等于这个机会就没有给他，那么胖东来也就撤退了。那么还有一种消息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消息就是永辉创始人套现跑路了。永辉超市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呢，叫张轩松啊，叫这么个名字。你想这个有人给了63亿人民币买了29.4%的股份，那么是不是永辉超市的老板直接把股份卖了跑了呢？这件事情后面也是会去辟谣的啊。然后永辉的股票大涨3天连续涨停板。名创优品的股价呢，一开始是大跌，现在呢基本上算是企稳回升了。因为正好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港股、中概股都在涨，所以呢名创优品又涨回来了。官方呢肯定是进行了一些辟谣，首先是永辉超市说，创始人张轩松的持股比例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这一次卖的不是他的股票，而且将继续向胖东来学习，胖东来也会继续帮扶。那么胖东来这边呢也做了一个辟谣，就是我们还会再进行2年的帮扶，只是我的人不去了后边我们这个也不再对新的企业进行帮扶了。名创优品的叶国富呢也出来讲了说这个盛赞胖东来模式，说他考察了很多零售企业，包括山姆还有美国的很多零售企业，发现唯一能走得通或者在中国能走通的只有胖东来模式，对吧？还是要树立自己的品牌，而且要尊重客户、尊重员工，让所有人都感到幸福，这样的模式才有可能在中国走得下去。所以这个他认为胖东来给永辉改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这件事情促使了他去收购这个永辉超市。交易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么到底谁卖的这个永辉的股份呢？29.4%总是要有人卖嘛。这个第一个就是卖的股份最多的这个公司呢，名字很怪叫牛奶公司就真的是牛奶国际公司。这公司呢主要是做什么的？这公司主要是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和华南地区运营711超市的 7-Eleven， 实际上真正出手的是他，对吧？他大概是卖了20%左右的股份出去，等于直接就把手里边所有的永辉股份全都给卖光了。这个711呢也算是个比较奇葩的公司它呢是1927年建立于美国达拉斯，最早的名字呢叫做南大陆制冰公司，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家里没有冰箱，所以想保存点什么东西需要买冰块，所以711最早干这个事了。然后711的意思是早上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这个告诉你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长。后来呢是在日本快速发展，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711是个日本超市。而中国的711呢，广东地区的是归牛奶国际公司来管理的，江浙上海一带的呢是归台湾统一商超公司来管理的，北京、天津、成都的是归711中国公司来管理的这个所以711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公司这是第一个退出方。然后另外一个退出方是谁？另外一个退出方是京东。京东呢大概是退了8%点多的股份，还是9点多的股份然后呢最后剩了2%多不像那个711是直接退干净了京东也是在这一次退出里边比较多的，所以真正退出的是他们2家。那你说买入了29.4%就算收购了吗？这个其实不应该这么算永辉的管理呢是要靠股东会和董事会来去联合一起管理的，对吧？名创优品呢作为第一大股东，就是 29.4% 是第一大股东，肯定可以在董事会中呢占据更多的话语权，这个没毛病。但是呢正常的收购一般呢是2个上市公司收购了以后会有1家公司要退市的你不能2个上市公司收购完了以后还在上面都在那晃悠，这事儿是不行的。
就算是没有公司退市的话，至少也要能够进行报表合并了才能算收购，对吧？它这个29.4%肯定是没有办法合并报表，但是呢，超过20%的股份啊，那么它还是会成为重大影响。但这个要看啊，这个具体怎么看？因为29.4对于这个叫做名创优品来说呢，肯定算是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你在里边占了20%以上股份了。但是呢，这个操作的定性是很微妙的啊，就是咱们前面讲说啊，29.4不应该算收购，但是呢，这个名创优品对外发的公告叫做什么？它叫保护性收购啊，所以呢，它还是定义为了一个收购。那么什么叫保护性收购呢？是抵御恶意收购的操作，叫做保护性收购，就是有人未经你同意就要来收购你了啊，而且你的董事会、你的股东大会都不太乐意的情况下，人家进行这种强制收购，在这个时候做的很多的收购动作就叫保护性收购。那么有人要恶意收购永辉超市吗？这个有啊，那么谁呢？就是胖东来啊。这个胖东来呢，其实是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工作组直接下乡了，对吧？把自己的员工派到永辉超市的店里边去，而且呢，进行了供应链整合。他们使用大量的胖东来供应链啊，在里边卖胖东来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不跟你谈价格，我也不跟你谈我到底怎么收购你或者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只是呢，啊，把这个人送进去以后，开始不断的从内部瓦解永辉超市。大家知道，像超市这种东西呢，它叫人货场，对吧？人实际上胖东来已经进去做和平演变去了，货呢已经替换成胖东来的了，场地是永辉的，但是现在其实场地并不缺。我就在你旁边再开一家胖东来又怎么样？而且品牌最后走的是胖东来的，对吧？你永辉做折腾了半天，最后你卖的是胖东来的货，是胖东来给你改的，是胖东来的人帮你改的，对吧？那你到最后说，如果胖东来说我们现在要么你让我收购你啊，要么我就拉着你的人，拉着你的这个货，然后我们在旁边再给你开一家，那永辉就被他弄死了啊！所以实际上胖东来应该是在进行一个恶意收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胖东来也就可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标了，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有点像当年共产国际干的活啊，那么经过名创优品的进入，也就是叫保护性收购之后呢，股权结构就发生了变化，股价也被重新定义了，因为永辉的价值在快速上升啊，连续几个涨停板，胖东来呢也就只能放弃原来的计划。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于东来就马上把他原来的人就都招回来了，对吧？那么肯定也是发现原来这条路走不通了，保护性收购的目的呢也算达成了，但是面子呢大家还是留在这儿了，对吧？这个永辉呢也还将继续高举胖东来的旗帜，也就像遵义会议之后，我党虽然排除了共产国际的控制，但依然是共产党啊，大家干了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再往后讲啊，这个名创优品跟永辉在一起以后，真的能走出来胖东来和山姆的路吗？其实胖东来跟山姆有些地方还是比较像的啊，都是靠高品质造口碑，然后呢提高整个超市的评效比，对吧？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盈利的。那么咱们先看看名创优品是谁。名创优品呢，我是在印尼的雅加达跟名创优品的印尼区负责人聊过啊，他们最早其实是卖日本商品，其实也是中国商品，但是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很日本的名字，甚至最早期的名创优品的 logo 上，左边是英文的，右边是日文的，对吧？然后名创优品早期的店面装修里边专门会写一句话，叫日本设计师专门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所有的商品的设计都是由日本设计师设计的，对吧？只是呢，在中国造完了以后呢，我们专门卖这些日本设计师设计的这些商品。早期呢，名创优品也会宣传我们是有几个日本的大的设计室的，对吧？有一些日本著名的设计师在我们这里去工作，但是后来呢，因为中日关系也就变成这样了嘛，所以后来他们就不再强调是日本设计师专门店了。名创优品真正干的比较奇葩的事情是什么呢？它呢是将线上的电商搬到线下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
就是原来我们都说，哎，这个我们把线下的商超搬到线上去，这个叶国富是反过来的啊，因为我当时也是听名创优品印尼区的负责人给我们讲他们的发家历史和创业故事。他说这个当时啊，这个叶国富看了这个线上淘宝整个这个运作方式以后，发现说第一个用户的选择成本很高啊，因为商品很多嘛，你到底要想买哪一个，你需要有非常长的时间去进行挑选，而且呢试错成本也很高，你选完了以后经常会选错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干脆把这些东西拿到线下来啊，让你重新去卖，不就完事了吗？那你说它跟普通的商超又有什么区别呢？差异就在这儿，就是它是先在线上进行数据收集和筛选啊，它先去看淘宝，看所有线上的这些平台哪个东西卖得好，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选品啊，说我发现这个东西卖得好啊，那个东西卖得好，然后哪个东西卖好了有什么什么原因，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选品了以后，然后找工厂代工生产，再到线下进行连锁加盟以后，形成统一的品牌风格和装修进行销售。他们呢，不但是在国内卖得很好，而且在全世界卖的都非常不错，对吧？名创优品是在印尼，当时我去的时候，他们算是印尼当地的这种很高端的这种商品，对吧？他们都是进的最大的百货商场啊，进的最大的 shopping mall，然后里头做非常好的装修。因为这个名创优品整个的装修风格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也不显得掉价，它不像那种真的小商品市场似的，你一进去以后觉得很 low 啊，它其实进很多的大商场还是比较有格调的，虽然卖的东西都不贵啊，这是名创优品真正的核心能力，就是通过把线上的一套运作方式重新搬回线下来，所以它要比整个线下商超要领先一个时代。那么名创优品呢，在全球铺开了以后，在2010年纽交所上市，2022年在香港联交所双城主要上市。目前呢还在高歌猛进，但是呢，名创优品其实也遇到了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全球面临 Tmall 的竞争，对吧？因为它卖的很多东西跟 Tmall 其实是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而且它的很多工厂跟 Tmall 的工厂其实是一拨人啊，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线上跟线下比，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线上会打大量的线上广告，因为呢，你在每天看互联网、看手机、看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这个线上的广告，而线下的话，那个店就在那儿待着啊，你不到那个店那儿去，你就看不到他们家的广告，对吧？或者你看不到他们家的这种露出和展示。那么这个还是有差异的，就是线上有它的数据，我们可以把数据搬到线下来使用，但是线上打广告那套东西，线下是搞不定的。而现在的话是线上广告成本不断上升了以后呢，你在线下租门面店的那个过程，其实未必比它的成本高太多啊。原来老觉得线下店贵，其实不一定的。线上真正成本降低的地方是在于它的货架无限大。对吧？它可以上无限多的商品，这个呢是线下超市比不了的。咱们刚才比较了一下线上跟线下的差异。那么咱们再讲讲永辉是谁啊？永辉呢是个生鲜超市的领航者。中国几个超市大的上市公司都有各自的这种领域啊。永辉主要是做生鲜的。1995年创建于福州啊，最早是做微粒超市的。到2000年呢，在福州平西新村门口开设了第一家专业化的生鲜食品超市，从这儿以后才开始正式的进入生鲜超市的这个范畴。永辉的主要用户人群呢是中低层次的购买力啊，那么主要锁定的是家庭主妇为目标。在2010年呢 A 股上市啊，但是经过疫情以后，生鲜电商这一块就崛起了啊，那么生鲜超市这个事儿呢就没法整了。对吧？亏损关店，这就是永辉最近遇到的问题。永辉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北京也有永辉啊，但是，我跟我太太那天还专门研究了一下，缺乏品牌的区隔号召力。你一想永辉的时候，它没有什么特点，对吧？你想我要去买一些比较放心的东西，我会去山姆，我要去买一些这种随便买一些东西的话，找着近的我可能会去物美啊，或者去一些这周边的这种小的商超。甚至现在我们都不去这种小商超了，都是直接
京东配送啊，或者是各种的美团配送就完事儿了，对吧？所以现在永辉呢，面对生鲜电商完全无力招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胖东来模式，刚才我们也讲了啊，就是通过品质树立品牌啊，重塑供应链，这是胖东来模式，实际上跟山姆模式是比较相近的。那么名创优品加上永辉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名创优品的优势是什么？名创优品的优势，第一个是小商品的选品、供应链的管理，这块是它比永辉强的地方。然后呢，品牌形象的设计与定制也是名创优品比较强的地方。我们到全世界的名创优品店里去看，其实长得都差不太多，对吧？你一进去就看到，哦，这是名创优品的店，他卖的东西呢，你在淘宝上、在拼多多上、在什么地方其实都有，但是呢，到名创优品呢，它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品质保证啊，它还是有一定质检能力的。然后名创优品真正比较强的地方是数字运营能力，对吧？它会能够确定啊，通过线上的数据收集方式来确定什么东西好卖，什么东西不好卖，然后在有限的货架上啊摆上最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那些商品。所以呢，名创优品实际上是一家伪装成线下超市的电商公司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给它定位清楚。而永辉的超市是什么呢？就是生鲜超市这种运营能力还是名创优品所不具备的啊，名创优品里是没有任何生鲜东西的。而且现在名创这个永辉关了这么多店以后，大浪淘沙剩下的店都还算是比较有价值的店。那么最后能不能成呢？或者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呢？现在去回答这个问题还有点太早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呢是一个新的路径和风口正在转换的时代，就是对于所有的电商和这种商超来说，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京东退出了永辉，对吧？当然，另外一个是711退出了永辉啊，然后阿里最近也在考虑退出大润发。大润发实际上是一家台湾超市啊，但是在国内呢，应该是中国销售额最高的超市集合啊。然后阿里是持有大润发72%的股份，现在正在找卖家啊，这个准备把它直接卖掉。现在可能高瓴会冲上去买这个大润发。那么大型电商平台呢，其实早期是希望做全零售啊，把整个零售领域全都占住。但是呢，经过了整个疫情的考验之后，发现自己跟这种传统商超很难形成协同，对吧？新零售、社区电商看起来很美，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这种大型电商平台都在逐步的退出这一块啊，因为他觉得这一块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或者说他们在准备自己完全做线上方式，就不再去跟这些线下传统商超去打交道了。而商超管理供应链的方式与电商平台也是完完全全没法去配套的。我不能说通过京东的管理方式，通过阿里的管理方式来去管理这种，比如说永辉或者大润发的这种商超啊，你根本管理不了它啊。那么京东超市、盒马呢，其实也都是在寻找自己的出路，而且都有点碰得满头是包的一个感觉啊。现在呢，在整个零售业里边又进来3个狠角色啊，这个电商平台加盟传统商超这件事儿呢，其实已经过时了，所以他们现在都在退出。这3个狠角色呢，一个是抖音啊，一个是美团，还有一个是拼多多啊，他们是在整个的叫即时零售啊、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于在这几块里面。现在是把这些传统的电商平台和传统的商超都打得完全找不着北啊！而且传统的这些电商平台跟商超合并了以后，或者说组合了以后，也很难找到一个出路跟他们进行对抗。现在跟他们打得有来有回的是谁？是山姆，对吧？山姆加上京东配送，现在可以跟这些像美团啊，像什么拼多多，可以跟他们稍微的战斗一下，但是其他的都搞不定啊。然后胖东来应该也可以跟他们战斗一下，所以电商平台呢前面都是负重前行的状态啊，现在要轻装前进了啊，就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些鸡肋直接都扔掉，就是他们手里边这些传统商超的这些股份直接都卖掉了。那么胖东来这个事儿是不是就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啊，这个事情就搞废掉了呢？对吧？在永辉支持了半天，最后被名创优品给偷了家了，对吧？然后人家保护性收购，直接把它给扔出去了。啊，那么在10月2号又有新的消息传出来，谁呢？辛巴辛有志啊，带领全套的高管团队走访胖东来，啊，然后是于东来这个董事长亲自陪同。这是什么人？这是 MCN 机构啊，这是快手一哥，粉丝超过1亿的人。前边因为跟疯狂小杨哥打仗，然后整个把账号给封掉了。现在呢？你说辛巴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在快手里死掉了啊？不要想，辛巴的徒弟在快手里边还有1亿以上的粉丝，所以他依然可以在快手里边呼风唤雨，没什么问题。只是辛巴自己说我要去开超市了，我再也不要去做电商直播了，对吧 ？MCN 机构的人设，其实他们的树立方式跟胖东来是比较相近的。你像辛巴。对吧？任何东西只要是有毛病，假一赔三，亏了钱我也得赔，对吧？他树立的就是一个胖东来式的这样的一种人设和口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家如果能够合在一起去做点什么事情的话，那么未来还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的。现在辛巴讲的是，我要去开超市，我专门要去开到山姆对面，对吧？我就要把山姆干躺下。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或者他们两家合在一起，是不是能够干出一些什么事儿来？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刚才我们讲了啊，电商平台跟这种商超的他们的这种供应链管理方式是差异很大的。因为电商平台的货物非常众多，对吧？它没有货架的问题，它想用多少货有多少货，而且电商平台的很多货物不是他自己管理的，它都是交给这些下面电商平台上运作的这些商家去管理。只有谁是自己管理的，就是这个拼多多的全托管模式是他自己在管理部分的供应链，对吧？其他的都是人家管的。但是 MCN 机构的这种它的这种供应链管理方式其实跟商超是比较相近的，它的货比较少因为它需要选品，选完品以后在短期内把它卖爆，所以这两个是比较相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限制大主播长大的前提下进行彻底的私域化运营的方式是什么？这个因为抖音和快手都是说流量是我的你不能把它偷偷拿走自己去这个做私域运营。那么辛巴也好疯狂小杨哥也好，跟抖音、快手这些平台都是有这样的矛盾的那么解决方式呢？东方甄选的解决方式是什么？自己做 APP 然后呢做全流量平台的上架，就是抖音、快手什么拼多多他们不上淘宝什么京东他们全上。然后这个交个朋友，就是罗永浩他们也是，我把所有的平台都上一遍，这样你就没法去限制我了。而辛巴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不做直播了或者说我自己不做直播了，我让我徒弟做去。然后呢我去线下开超市了而且第一站就去了河南去胖东来店里头去，而且是两边的高管团队在胖东来店里头汇合由于东来亲自带着辛巴自己去转悠，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能碰撞出什么火花来？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再看一看那么现在呢胖东来给出的消息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合作方案落地这个我觉得所有辟谣的呢，大家只管照着这个正常的方式往前走就完了所有辟谣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这个咱们就看看未来这个快手一哥辛巴跟胖东来的这个于东来两个人到底能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还是后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好让我来看看。来了这个欢迎。刚从永辉超市出来理了个发，好吧？哎呦，我们有这个没有小扳手的这个赶快发一个。刚好赶上。对，先点赞再看欢迎。大宗用山姆，偶尔差一点用楼下超市。
你在美国的话，是不是应该 Costco 多一点啊？我现在是我们家的所有的买东西呢，都是叫山姆电商啊，都是通过山姆下单，然后呢，大部分的货是由京东送货，然后小部分的货是山姆自己送货，就是特别生鲜的东西都是山姆自己送。然后可能每2周会去一次山姆，然后，再其他的其实就很少了啊，就是我们并不怎么直接的在其他地方去买这些生鲜商品。我这个县级的永辉准备关门了，好吧。这个永辉现在就是小店都玩不太下去了，大店还是在很努力的。而且现在这个胖东来改造的永辉呢，实际上都是在这种核心城市的大店，小店根本就没有人管。让我喝口水。今天人少，关键是大家也没什么问题呢。今天的，我看看，这个是我爸妈的状态啊。我在美国这边的话，选择很多。克罗格啊，这个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这个因为我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旧金山晃荡啊，那边可能 Target 有啊，然后 Costco、山姆啊这些是见过的。然后其他的像你说这个克罗格，我还真没在旧金山那边见过这玩意儿。随处可见超市，而且里面的生鲜也不错。大宗也是还是去 Costco，对，Costco 还是很厉害的。对于小家庭来说，Costco 真的是量太大了。没有啊，我觉得你像我们去美国都是出差去嘛，都是那个租个房子，然后杀到 Costco 里头，第一件事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维生素、什么鱼油、各种坚果，然后如果家里就是有小孩的话，就是会买奶粉。我们有一次是从 Costco 大概拎了6个那个旅行箱的奶粉回国，因为一个人可以拎3个嘛。这个是以前我们干过的。然后现在去 Costco 就经常是买各种的那个樱桃，哎呀，Costco 的樱桃很棒。然后买他们家的这个猪肋排，然后去到 Airbnb 里边去烤着吃啊，那个实在是感觉爽极了。台湾付费会员制只剩好事多了啊，这个还真没想到。因为我到台北去过2、3次，但是呢，就没有去过任何台湾超市。我在台湾可能主要都是在饭馆解决问题，啊，好不容易去了一次夜市，还这个肚子还受不了。美国的超市真的是各地占山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啊，这个倒没想到。呃，你像国内的话，其实都是几个大的连锁超市，小的那些呢，基本上都已经被收拾干净了。疫情封控的时候，都是永辉买东西送到家啊，我都想不起来疫情封控是什么了。哎，让我们把这事儿忘掉吧。维生素、鱼油、坚果这种几乎从来没买过。这个像我们到美国出差，第一件事就是找同事借卡，借完卡以后冲着去买这个玩意儿，然后背回国来。但是现在已经少了，现在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可以直接在 Costco 的这个叫什么呢？天猫旗舰店里头可以直接下单啊，所以现在可能少一点了。因为非必要只买牛排啊，这个牛排我们是不会折腾的，特别是出差去的人啊，我们每次都是拿着人家那个 Airbnb 里的烤箱去烤着那个猪排吃，哎呀，那个真好吃。摄入那么多不可证实的东西，真的好吗？这个怎么说呢？看美国人在这卖，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美国人早就把他们罚死了。我以前同学是中文老师，然后做社会实践，他让他的学生到 Costco 的维生素区找中国游客聊天练口语，顺便给他们翻译标签儿。哎，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给老妈吃，自己不吃啊。我是自己吃维生素、吃鱼油的。美国好事多跟山姆就跟现在的直播带货有点类似啊。他把理论，这是什么意思？好事多我还没见过啊。好事多是一个什么样的超市？国内有吗？好像不知道啊。山姆反正国内是比较多，我们家去山姆也是去的比较多的。好，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准备讲下一个故事了。啊，还有再看一看，好事多就是喜事多吗？这个我不知道啊。因为中国游客都在维生素区，我妈妈也是每次来了在维生素区走不动。是的，因为美国的维生素卖的比国内便宜好多啊。特别是 Costco 里头卖的那个维生素好像叫 Kirkland 啊，Kirkland 啊，卖了这样的一个牌子。就是 Costco 难道在那边翻译成好事多？哦，这样的，好吧，那这个是看来各地翻译的不一样啊。名创优品的风格不就是碰瓷儿无印良品？这还真不一样。在真正国内碰瓷儿无印良品的是谁？其实是小米。小米所有的设计都是奔着无印良品去的，对吧？他们管那个叫性冷淡风，就是各种的简约简洁做这样的东西。而这个谁呢？这种叫做名创优品呢，要比无印良品还是要花哨很多的，对吧？而且无印良品里头，就是每样东西实际上都是这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而这个名创优品基本上还是像 MCN 机构一样选品的方式。好事多就是 Costco， 好吧，这个看明白了啊。就是都说好，谁证明了好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相信这种法治国家吧。昨天逛了好特卖和名创，差不多的店，看上一眼差很多。这个差在哪儿呢？比如我一直只吃泡面，吃点全面维生素就有好处，但我大鱼大肉维生素就不用了吧？大鱼大肉维生素 A 不用了，维生素 B 啊什么这些还是需要的吧？就是要折中就行了，而且很多游客也是带回国当礼品，不必要太为他们担心。是的，名创优品我一直以为是品牌化的10元店，其实不是啊。名创优品里的商品都不是自己生产的，啊，它只是，可能你就这么想吧，它是把一种全托管模式在几年前就搞了，它只是在线下销售而已，对吧？这个名创优品确实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个玩法。好，我们开始第二个故事。OpenAI 完成融资，开始摆烂了吗？DEV Day、Dev Day 都发了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呢？首先官宣已经完成这轮融资了啊，这个是在9月底这几天官宣的。现在呢，它是实现了超募。什么叫超募？就是我原来说要募多少钱，但实际上得到的钱比这个多，这叫超募。他原来呢说我要募65亿美金，现在呢实际上是66亿美金，就是多1亿，那也是募啊，对吧？超募了。然后呢，投后的估值原来呢讲的是1500亿，但其实呢，我相信那个数是错的啊。原来那1500亿美金应该是投前估值，它现在结束这一轮投资以后的投后估值是1570亿，所以呢，就是实际上是多了70亿，在1500的基础上多了70亿出来。这个，那你说怎么会多出70亿出来呢？这个很奇怪啊，对吧？你明明投了66亿，那多出4亿是什么来呢？
这个呢大概率是期权池啊，因为像我们以前做这种投资案子的时候，如果你投前估值是1500亿，那么投了66亿美金进去以后呢，它的投后估值一般应该是1566亿啊，多出4亿来啊，这个是会做一些其他处理那你说如果是4亿美金的期权池是占多少股份呢？期权池是0.255那么跟传闻中山姆奥特曼要拿到的7%的股份比，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匹配的因为7%的股份如果在1570亿里头的话，那是109.9亿美金那是100亿美金富豪了。所以呢，它这个具体怎么分配的这个多出来的4亿现在并没有公布出来。那么各家出了多少钱呢？领投方叫兴盛资本，多出了3亿美金他原来说我出不少于10亿美金，现在呢一共出了13亿美金。但是呢，他这个特别有意思他自己出了的是7.5亿美金，叫自有资金，然后呢发行了一个叫特别目的载体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现在发行一只小基金这个小基金呢就是为了去投资 OpenAI 的谁愿意上来，谁就在这只小基金里头放钱这个小基金呢是募了4.5亿，所以这两个加一块13亿这是这个领投方给的。然后领投方呢还得到了一个这个特权，这个一般领投方都会给自己谈一点点特权出来。这个特权叫什么呢？叫 warrant WARRANT是认股权证，这个东西叫。这个东西干嘛使的呢？实际上是个对赌协议但是呢，这是一个正向的对赌协议。它规定到明年2025年，如果 OpenAI 实现了预期收入116亿美金的话，它可以再以1500亿美金的估值再投10亿美金进去，对吧？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呢？跟大家解释一下。OpenAI 这样的一个公司，从2023年拿到上一轮融资，它的估值是300亿美金，对吧？到现在2024年10月拿到这一轮融资以后，达到了1500亿美金，所以它的估值涨得是非常快的。那么现在呢，你能够达到1500亿美金那么这个肯定是做了一些这种承诺，说我今年挣多少钱，明年挣多少钱，后年挣多少钱，这叫财务预测那么现在这个领投方说，你这个财务预测如果准了那你要允许我再以1500亿美金的估值再投10亿美金进去，那可能过了1年以后，这个 OpenAI 的估值就已经到3000亿美金，甚至5000亿美金了，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你还是要让我用1500亿美金的估值再往里投实际上这个东西叫认股权证。这个很多的金融机构都喜欢干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先谈一个价格，然后呢也投一点钱，但是呢我们来对赌如果你实现了，我按当时的价格再投一步我们以前其实在公司融资的时候就是我以前所在的公司融资的时候，其实遇到过一次这种认股权证的这种交易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做早期投资一般很少干这个事儿只有是后期投资才会干这个事情。当时我们遇到了谁呢？这个投资方叫做硅谷银行就是后来倒闭的这个硅谷银行。他呢当时进来说我们也不投资你这个别人投资了，然后呢我们不投资，然后我们借钱给你你可以在我们这儿贷款，而且没有抵押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担保，你就可以直接在我这儿借钱了借了钱去这个运转就完事了。但是呢这个借钱的这个协议后边是带一个 warrant 的条款的，就是要在5年以后按照当时我们融资的那个价格再进来0.几的股份那其实就很赚了嘛，可能5年以后我们都上市了，对吧？可能都已经10几亿美金了，那他要按着一个5年前的价格再进来一点点这个是以前我们遇到过的。这个是领投方第二个呢是微软，微软呢是给了7.5亿美金占还是49%，所以呢跟我上一个礼拜去讲的这个是一致的就是它微软其实动用的叫反稀释权，就是我原来占49%，我以后还占49%，那么差的这部分我给它补上就完了，对吧？它补了7.5亿美金它还占49%。
然后软银是第一次进来啊，给了5亿美金，然后其他的参投方的话，就是没有公布具体的金额，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基金啊，我们就不再去讲了。然后呢，还做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款，这个限制性条款特别有意思啊。第一个，2.5亿美金起投啊，如果你少于2.5亿美金，你就别参与了，对吧？所以任何一个参投方应该都是多于2.5亿美金的啊。那你说我这儿没有2.5亿美金，我就有这个100万美金，我想投这个案子行不行？也不是不行啊。那你怎么投进去呢？你去参加领投方的那个特殊目的的那个载体，你可以参加那个啊，募到他那个基金里，你就可以转投到这个OpenAI 的这轮融资里边去了。好的，够2.5亿美金了，你可以上桌来跟我谈这个事情。啊，再往后呢是叫不竞争条款啊，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奇葩的一个条款。通常呢是要求投资方啊，这个会要求这个被投资方啊要做这个不竞争条款，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有一个公司投了一个什么什么项目啊，那么你这个被投的项目你不能跟母公司竞争啊，一般有这样的条款。但这次是反过来的啊，是要求投资方不可以跟 OpenAI 竞争，也不可以投资 OpenAI 的竞争对手啊。那么这个确实是有点奇葩啊，这个条款啊，这个也是说 OpenAI 自己太强势了。所以呢，他提出这样的条款以后，啊，剩下的这些投资方他都认可这个条款，就在上面签字了。那么现在所谓的不得投资 OpenAI 的竞争对手，主要指的是马斯克的 xAI 和 Anthropic， 对吧？这两个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红杉跟苹果最后就拒绝签字，说我们不投了，啊，这事儿我不玩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一方面呢是可能不满足啊这个前面的领投方特权啊，他说我也应该有，特别像苹果，其实肯定是希望有这种领投方特权的。待会儿讲为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没法去接受这种不竞争条款，对吧？红杉这样的公司，估计这个 xAI 也好 ，Anthropic 也好，它应该都投了，对吧？那么以后啊，这些公司再融资的时候，它至少啊要去处理这个叫做反稀释条款，它也得跟投。那么一旦是这个投资了 OpenAI 的这一轮的话，那么签了字以后，它就没法再去在 xAI 和 Anthropic 里边去追加了。所以他也没法接受这种条款，只能退出了。那么 OpenAI 这一轮融资呢，是画了很大的大饼啊，就是在收入和数据上。第一个，现在他讲说我已经有3.55亿的月活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呢，应该还会大涨。为什么？因为 iPhone 16发布了 ，Apple Intelligence 来了，对吧？可以把这个数字再翻一翻。这个是怎么算的呢？2023年，苹果卖了2.35亿只 iPhone 啊，这个是2023年。2023年里卖的是 iPhone 15、iPhone 15 Pro、iPhone 15 Pro Max 这些机型，其中 iPhone 15的 Pro 和 Pro Max 都是可以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然后加上2024年销售的 iPhone 16，对吧？都是全系可以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所以的话，基本上可以认为，苹果现在可以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这些机型，去掉中国大陆用户和 OpenAI 重叠部分的话，再涨出3.5亿来，应该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猜测，对吧？所以啊，它能够达到7亿左右的月活，在苹果进入之后。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讲说苹果应该得到这个领投方特权，对吧？因为他要想让数据继续上升，那苹果在里头一定是功不可没的。后面的话，苹果没有参与这一轮投资，所以后面很多的这种这个苹果上面继续使用 OpenAI 的 GPT-4o 这样的方案，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阻碍，有可能会转向，因为苹果原来讲了说，我们除了 OpenAI 之外，我们也在考虑谷歌的，对吧？也没准再往后一段时间，就是真正的全线的Apple Intelligence 上来以后，可能会有谷歌的服务也会加进来啊，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因为在整个这一个协议里边，苹果其实是亏大了，
就是苹果如果给了钱，然后把它这个数据做上去，拿到这个领头方特权的话，苹果是能挣到很大一笔钱的。那么如果 OpenAI 以后能够放开中国用户的话，那它可以在这个原来这个基础上可以再涨个可能1亿多用户出来或者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是 OpenAI 的数据。那么现在有多少人在付费呢？1个月$20在订这个 OpenAI 的服务呢？1000万付费用户。当然，苹果加入以后呢，可能这个数字还能够再翻一番，或甚至更多一些。然后现在有多少人在使用 API 在写程序呢？100万第三方开发者在使用 OpenAI 的 API， 对吧？再用这样的方式来付费。所以这个数据其实已经是非常好了。今年的收入是$37亿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今年亏损了$50亿这个$50亿的亏损还没有计算上股权激励计划。大家你说股权激励计划我又没发钱出去，怎么就亏了呢？这个所有股权激励计划就是你承诺给员工的这个，他未来是会去卖的那么这个就还是应该把它算成一个成本。像我们以前有一年是怎么干的，就是公司实在没利润了当时在这个猎豹移动上市公司它没利润了以后，就直接把大量已经离职员工的这个期权注销掉，然后公司就有利润了，就直接可以到纽交所去录这个盈利了，对吧？这是他们比较会玩的一个方法吧。然后今年37亿收入明年呢是$116亿的收入那么如果明年实现了这个前面的领头方还会再给$10亿，然后后年呢要做到$256亿的收入，到2029年准备做到$1000亿的收入这个也是很大的这个收入进来$1000亿一年的收入相当于谁相当于 Target 和雀巢但是这个里的 Target 的市值就比较低，只有$700亿不到，雀巢的市值是比较高的大概到$2800亿。但是你想现在这个$1500亿的 OpenAI， 它一年的收入才30几亿，所以为什么互联网公司或者人工智能公司所有新科技公司的这个 PE 的倍数都很高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还不用算 PE， 因为没法算 PE， 它的盈利是负的，对吧？它只能算 PS 那么 OpenAI 准备怎么提高收入呢？很简单涨价。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是用户量会上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涨价到年底就准备涨到$22一个月了，然后准备在5年之内把每个月的月费涨到$44一个月，对吧？并没有涨到$200一个月这个$200实在有点过分了那么到这儿呢，就是他们把这一次的融资彻底算做完了已经正式官宣结束了。那么官宣结束了以后呢，就开始躺平摆烂了因为在10月1号刚刚开的开发者日，这个 OpenAI 就是我们就躺在这儿不动了。10月1号在旧金山10月30号准备在伦敦，11月21号准备在新加坡开 OpenAI 的开发者日。那么这一次在旧金山的开发者日上呢，到底有多少人到现场？可能有100多人反正人不多。这个预定了100份草莓因为他们是在现场使用 OpenAI 的这个API 的技术直接订了100份草莓给现场分发，所以我们猜测现场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么这一次到底发布了什么呢？第一个东西呢叫Real-Time API， 因为大家知道 GPT-4o 有一个叫高级语音功能，最近是都可以用了吧可以跟它聊天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产品现在就有 API 出来了这个 API 呢叫实时 API， 它呢是等于可以随机的打断，而且在整个的开发过程中会变得很简单。因为以前我们想开发这种语言教学类的应用的话，你必须是先识别，然后再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再去进行这个叫做什么呢？再去进行朗读它要这样去处理。但是现在你使用 Real-Time API 了，你就可以一次性的把语音给它，然后呢它就处理完了，然后一次性把语音给你输出出来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这是第一个发布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在语言学习客服类里头
会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只是这个玩意儿很贵啊，就是它的这个 API 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然后第二个发布的东西呢，叫提示词缓存啊，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我们跟 OpenAI 或者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它是怎么聊的吗？你聊了第一句啊，给你一个回复，然后等你聊第二句的时候呢，你聊的第一句跟第一个回复就作为下一次的提示词一起都扔上去，等于我们在调用的时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回复加上第二个问题一起扔上去，然后才能得到聊天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是越聊的时间越长，这个提示词就累加的越来越多嘛。所以呢，现在 OpenAI 说啊，咱们啊少了搞一点吧，咱们这个把提示词啊都缓存在这个云端啊，你就不用来回提交了啊。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钱就不用交了啊。原来 OpenAI 的这个输入输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输入的 token 是要便宜很多的，输出的 token 要变贵。啊，那么现在呢，这些输入 token， 特别是重复的部分，你就不用再给它了，都放在服务端就完事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这些 token 啊，你按5折给钱吧。原来比如说是啊100万 token $1的，你现在给50美分，对吧？就可以了啊。这个反正我觉得降价降的不够多啊。这是第二个啊，叫提示词缓存。第三个给的是什么呢？叫模型蒸馏技术。啊，模型蒸馏是什么？就是可以把大模型生成和过滤一些内容啊，然后呢，再把这些内容呢，去蒸馏出一些适应特定场景的小模型来。这个呢，应该是奔着封杀 Llama 去的啊，并没有模型广场或者市场出来。这一次，你按道理说，大家蒸馏出一堆小模型来，你应该有一个地方让大家卖呀，对吧？但这次没错啊。OpenAI 看来也确实发现了自己并不擅长干这个事情。那么再往后呢，第4个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叫视觉微调啊，它做了这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这是干嘛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 OpenAI 是可以允许我们去微调它的这种线上模型的啊，那么现在也允许我们用图片再去做微调了啊，可以输入提示词和图片。对视频模型呢进行一定的微调，啊，也是对开源模型去的啊，因为现在我们使用 Llama 3，然后加上 Lava， 加上其他的一些这种模型，也可以直接实现这种啊视频微调啊，或者叫视觉微调，都是可以实现的啊。那么现在啊，他准备去把这一条路也封死掉。Grab 就是东南亚打车软件，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视觉微调技术的公司。做了一个 demo， 主要是干嘛呢？识别交通标识啊，这个有可能是对着马斯克的 FSD 去的，给 FSD 添堵去了。那么这一次发布为什么说摆烂了呢？对吧？第一个是没有新模型啊，没有任何新模型出来，然后呢，也没有任何新的方向出来啊，说我们又可以有些原来做不了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都没有，对吧？这里头唯一可能稍微新一点的东西就是这个叫实时 API， 稍微新一点。其他的呢，其实都是别人已经做好的东西，他要上去啊给人家添堵或者去跟人竞争用的东西。那么开发者日里边，开发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真正想看到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新的开发方向啊，这个是真正大家想看到的。原来做不了的事情你能做了啊 ，Real Time API 是原来做不了的，现在能做了啊，是这个。但是其他的，比如说模型蒸馏、视觉微调，其实都没有新的功能啊，都是去竞争去了，都是在跟 Llama 竞争。另外呢，开发者希望能够看到新的商业模式，这次完全没有啊。然后开发者希望看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叫提速降费，因为大家知道调用 OpenAI 的 API 是有速度限制的，你不能调太多。对吧？那么也希望呢，每一次调用可以便宜一点。那么这一次整个的发布的所有产品里头，只有提示词缓存呢，算是变相的降价吧。但是呢，降的也不够彻底，对吧？我的提示词都已经在服务端了，你还是要找我收钱，只是收的比原来便宜而已，对吧？提速完全没提。然后成功故事也是开发者希望看到的东西。那么这一次呢，只有2个成功故事啊，一个就是现场吃到草莓了。啊，因为现场呢使用 Real API 啊 Real Time API，
做了一个应用，直接去呼叫，然后请给我送草莓来，订了一份外卖出来，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成功故事就是 Grab 进行交通标志的这种识别。那你说去年的 Dev Day 发布什么东西？是不是这个 Dev Day 都是发布这种东西呢？咱们看看去年第一个去年发布的是 GPT-4 Turbo， 有新模型出来。然后第二个呢是去年发布了 GPTs， 然后呢发布了 GPTs 商店，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定制的 GPT， 然后呢这也算是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流量在赋能进来，对吧？就是 GPT 商店，很遗憾GPTs 商店现在基本上烂尾了。然后还有一个叫 Assistance API 是协助很多开发者开发自己的这种聊天机器人的，但是这个现在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响动。然后达利3的 API 出来，就是可以拿它去画图了这个呢现在应该有人用，但是应该不多在画图这一块上，我觉得 OpenAI 跟Midjourney 和这种最新的 Flux 的竞争上不是特别占优势。然后是 Audio API， 也就是这个语音转文字，文字转语音的这些 API 是去年开发者日上发布的，然后做了这个叫 Copyright Shield， 就是对版权进行一定的保护，还给出了用户模型计划，也就是让用户自己训练和建立自己的模型，做了 Vespers 这个 Large V3， 也就是这种语音识别模型的第3个版本。然后呢，也对 GPT 进行了提速，这是去年做的，所以我说它今年呢，基本上是摆烂了给的东西非常少，反正融资已经结束了，咱们就再接着折腾就完了。而且，按照这个苹果和这个叫做红杉透露出的一些信息的话，OpenAI 在明年应该还要再融一次钱，因为它这个现在融到这个60多亿美金。应该不够他花的到明年如果不再融一次的话，他还是会死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觉得很危险另外呢，今天早上还突然上线了一个产品叫 GPT-4o with Canvas CANVAS，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点像 Cloud 出的叫 Artifacts这个等于一面是输出框一面是输入框，另外一面是编辑的代码或者文档。你可以在两边同时进行处理，而且呢可以进行多人协作在这个里头呢，我觉得 Coser 又被针对了就是咱们前面讲的这个 AI 浏览器又被针对了，这就是这一次发布的奇奇怪怪的这一大堆东西，就是GPT-4o with Canvas 这个东西呢，反而从用户体验上说一定是有提升的，但是从模型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那么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人都在去讨论说，OpenAI 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AIGC 的泡沫就破掉了？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个呢肯定是会有一定问题的就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泡沫在里头那么老大一旦摆烂，行业就会衰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现在 OpenAI 等于这一次融资之前出的是GPT-o1，对吧？融资以后就马上不一样了，就跟很多那个什么似的，这个结婚之前，对吧？甭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是表现得很好一旦结婚了以后的话，发现都摆烂了，这个是我们原来这个一起这个谈恋爱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嘛，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的那种感觉，对吧？那么 OpenAI 这一次就没有给出任何新方向，而且前面还有挖的很多坑，到现在也没有填上。对吧？包括它的Sora 的这种世界模型，就是做视频这个模型，到现在也没出来，对吧？还有很多他们说要去做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做出来那么现在呢 ，OpenAI 其实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在现有的体系下挣钱了，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呢，你如果没有真正的找到新的这种盈利模式的话那么只想着在现在这个收年费的方式上去涨价。这种挣钱方式不是整个行业希望看到的，整个行业还是希望它能够给整个的这个叫做 AI 领域能够带来一些不同的这种商业模式
那么现在 OpenAI 想干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涨价，第二个呢跟政府合作。OpenAI 呢要跟美国政府以及他们相互比较友好的一些政府直接进行合作，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山姆奥特曼也确实有一点点的这种政客的属性吧。那么老大的职责肯定不应该是小富即安，而应该是为整个行业寻找方向。那么现在呢 ，OpenAI 在老大这个位置上，已经有点越来越，怎么说呢，不那么合格的一个状态了咱们还要看看未来到底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如果 OpenAI 就站在这儿不动了，那么可能到2025年就是 AI Agent 都要爆发了。因为原来大家不太敢在 AI Agent 上做过度投入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害怕 OpenAI 自己突然爆发，然后把 AI Agent 所有的东西都给覆盖掉。那么如果 OpenAI 自己就站着了，对吧？我们后边涨价，然后就这么着了，那么可能这个围绕 AI 周边的各种创业和应用就会大量的冒出来，不会说我做完了以后，OpenAI 一升级发现已经被干掉了，对吧？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对行业的一个小利好吧。但是没有新方向的话，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还是很危险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OpenAI 终于完成了融资完成了以后就开始摆烂这样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小米也不是只抄无印良品吧？苹果、无印良品、保时捷它都抄，乍看都挺好看，细品就是缝合怪的味道了。这个你说的很正确但是小米特别是米家产品的设计思路，基本上都是照无印良品抄的然后呢，这个手机呢，早期抄的是苹果后来呢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吧。然后汽车抄的是保时捷这个是没什么办法，因为无印良品实在是不造汽车而且按照无印良品的那个风格把汽车造出来的，那估计卖不掉这是他们的这个情况。原来讲小米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小米的设计风格就是没有风格，对吧？这个每一个产品跟每一个产品之间没有任何统一，而无印良品也好，包括这个名创优品也好，它还是有一个相对统一的风格在这儿。目前听到一种说法，中国能做中国版山姆会员店的，除了名创业国服，还有谁更合适？名创优品的目标是这个吗？这个我并不觉得名创的业国服能做出中国山姆来，我倒是更相信，比如说像这个辛巴和于东来他们能把山姆这样的东西做出来，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山姆的整个运作方式跟这个叫谁呢？跟这个名创优品的运作方式还是差异很大的。杂音大家也听到吗？什么杂音？来了点赞来了点个赞。对 ，real time 也没法做缓存，已验证的回答也没法缓存所以每次回答还是需要重新推理。这个很麻烦，而且我现在使不了 real time，也使不了这个提示词缓存，因为我是通过这个叫 API 代理去上去的那么通过 API 代理上去的话，这些新功能可能跟我都没什么关系所以为什么站这儿骂呢？ A 社也有提示词缓存，不过 OpenAI 的缓存要豪爽得多，好吧？你说的 A 社是 Anthropic 吧？不过 A 社缓存是1/10价格，好吧？那这个谁 OpenAI 是半价，这个有点过分哈。OpenAI 想要把精力转去做产品化，研发变慢了。如果这样搞，感觉竞争不过开源。有着可能有着可能。其实不慢了，O1现在还是最强的，更强的，估计硬件也扛不住了。
明年就看 GPT-5啊，还有 A 社的 3.5 Opus。哎，3.5 Opus 上个礼拜就说要出，后来就没动静了，对吧？我们还是要再等这个东西。我感觉更像做商业化、产品化也勉强，对，它其实没有什么产品思维，而且它的商业化呢，其实更多的是做一些 to B，它做 to C 产品的能力其实一般的，意思就是要赚钱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其实它要赚钱，还是应该好好跟苹果折腾一下，人家是无印良品，小米是无良印品啊，这个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啊。3亿月活已经够了，如果降低研发投入，说不得还能盈利啊，这个不好说，因为呢，在上一轮融资的时候，它大概也就是600-700人啊，然后到这一轮融资的时候，它已经有1700多人了，所以如果到明年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到3000人啊，你到那个时候你花掉的钱，跑掉的各种其他的成本，可能就已经不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成本了。你想，他今年37亿美金收入，还亏了50亿，对吧？那实际上他整个花了钱有80多亿，或者接近90亿都被他花掉了啊。他到明年的话，他可能整个一年的成本会可能达到200亿，对吧？他可能挣的越多，亏的越多，他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他人追的也很快，是的，现在呢就感觉到他已经有点快被追上了。楼上一问，摄入那么多不可证实的东西真的好吗？弱弱的问一下，你摄入的东西是可以证实的吗？哎，这个人其实还是吃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胡了八度的啊。其实现在的 AI 还是回合制回答，以后如果能够做到流式输入输出，缓存更不可能了。其实现在的输入输出，输入你没法流式嘛，你肯定一把就扔进去了。输出是流式的呀，而且像这个real time API 的话，可能也可以有一些流式的输入吧。这个因为我没试过啊，不能跟大家讲。山姆比较容易被复制 ，Costco 不容易。好比这个不缺钱啊，但是搞不出个 Costco 来。这个 Costco 反正也是一家很奇葩的企业，但北京就没有。你说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在上海开了，在深圳开，就不到北京来开啊？想不明白。他的月活其实不算高啊，但是呢，你说他到底多少算高，对吧？你比如说像 Facebook 那样，对吧？日活20亿，是十几亿，对吧？你说那玩意儿算吗？谷歌的日活应该谷歌因为有安卓设备在那儿嘛，你每一个安卓设备应该都算一个日活，那可能到20-30亿也是很正常的，对吧？那你说这个3.5亿它算高还是算低啊？这个没法算。大鱼大肉也可能需要维生素啊，这个例如叶绿素、维生素 D 啊，是大鱼大肉主要是维生素 A。好啊，我们今天看来大家实在是没有什么兴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都发现了啊，就是到了这种叫做长假的时候，整个的流量就会快速下降。我最近也是流量下降，整个的这个数据都非常不好看。可能也是因为我最近讲的内容不是大家所感兴趣的内容吧。还有呢，就是国内的人可能真的出去玩了啊，原来虽然有假，但是大家手里没有钱啊，都是老老实实坐在这儿听我讲节目。现在呢，可能前面股市上挣到钱了啊，这个11就出去玩了，就不老老实实在这儿讲节目了啊，不老老实实在这儿听节目了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大3.5亿有价值，如果全付费就很爽了。哎呀，其实你不要这么想，你想它3.5亿里头有1000万付费，是多少呢？应该是2%，应该接近3%吧，2点几。它这个付费率其实已经不低了，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付费率了。我记得原来我问过这个 Evernote 啊，就是 Evernote 早期的时候，他们的付费率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付费率大概到第4年能够到4%，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续费嘛，然后呢再加上新付费，然后最后它总付费率是4%，但是呢也要一年一年积累，
你想它现在推出付费到现在也就是2年的时间，有接近3%了，其实这个数据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在美国 Costco 是一个城市开一间店，赚钱了才开第2间，财务保守。嗯，哎，美国是不是也有很多城市里有很多间 Costco 的？其实缓存功能才更适合实时，我用过 A 社的缓存，输入延时减75%。其实你输入文字啊、输入图片呀、这些东西，对于延迟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啊。这个缓存功能最主要用途不是这个？缓存功能最主要的用途其实是训练模型啊，甭管前面是模型蒸馏还是这个图片训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要给每一个用户开一个网盘式的空间，先让你把东西都传上去，对吧？然后才能再去做下一步的事情。讲讲美债吧，被套牢啊，亏惨了。美债不是很懂啊，最近这个等我研究研究。恒生这几天开始跌了，香港恒生指数昨天呢是跌了，但是呢走了一个 V 字，最后呢虽然没有收涨，但是还是收在了一个小幅下跌的位置。然后今天是继续高歌猛进啊，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当然了，A 股节后到底应该怎么走的话，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出来警告了，说 A 股在节后有可能会暴跌，啊，因为暴涨上去又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的，那么暴跌的可能性很大。从这里呢，反正我们不，就是我这里肯定是不做任何具体的这种投资建议和意见了，啊，大家自己看着办，哈哈。只是把风险提示。不是啊，我晚上出去骑车吃宵夜，跟上年暑假人流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瞎逛，有钱消费的应该不多，那就不知道了。老范的那是几个位置啊？4个位置啊，4个盘。我是920加。分享最近学到的一课啊，有网友在 TB 淘宝买了3块钱，花了3块钱买了个 Windows 工具安装包，给我去看了下，发现，卖这种的销量还不少，有时候赚钱，你真的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技术。对啊，这个我记得前2天还看到一个什么，就是，在淘宝上卖10块钱一份啊，什么呢？叫做Steam 代安装，就是你给他10块钱，然后呢，把你的这个装个 QQ，因为 QQ 是允许对方远程操作你电脑的，然后他替你在电脑上安装 Steam 客户端，然后呢再进行这个注册下载相应的游戏啊，10块钱，对吧？所以现在人就是越来越废物了，没什么好说的。Costco 在休斯顿至少有6家，那么夸张？最近我附近还要开一家，距离我附近的一家不是很远。哟，看来 Costco 在美国还是非常非常猛啊！但没想到这个东西在美国在台湾叫喜事多，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我在朋友圈问了一下，发现好多人在淘宝上买各种基本安装工具，还有买盗版软件的，刷新认知了啊！盗版软件这个很正常。淘宝上你去买各种各样的什么序列号啊，各种什么这种盗版的假号的特别多啊，非常非常多。然后呢，这个淘宝上大家知道还有卖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做游戏的时候做这个叫《宫殿传说》，然后你去到淘宝上买，他们会卖假账号给你啊，或者说就打好了的这种账号，然后你买到了以后，只要在手机上登录这个账号，你就有非常靠后的那个版本可以去打。啊，他把前面给你打过了，然后把该拿的东西给你拿了，对吧？卖什么都有。现在年轻人好多都是电脑白痴，是的，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今天啊，又把我儿子说了一顿，然后学校发的 EDU 的邮箱啊，他给忘了怎么登录了，说你这个不能这样，这个
以后这个每天要去看邮件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怎么说呢？申请实习啊，申请很多的这种考试啊，或者什么活动啊，人家给你写邮件，你收不到，这事儿不行的，必须每天要收邮件，对吧？这个今天又把他说了一顿。AI 如果做产品化，应该很简单，问题应该是推理成本和统一性。其实 AI 做产品化是很难的，对吧？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几个好用的 AI 产品，而且这是全世界的聪明人都在家里头做，都没做出来。技术专家不会登录邮箱，该执行加法。是的，我现在也是准备去执行加法。在美国有614间 Costco，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我来看看中国有多少山姆。这个中国有多少山姆会员店？山姆是20个城市有49家，上海有6家，北京、深圳各4家，苏州、杭州、武汉、成都3家，广州、福州、南京、长沙、宁波、重庆是2家，对吧？也就是如此了。然后广东东莞是10月18号开业，到那个时候呢就是50家。它美国需要614家 Costco 吗？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喜事多和喜事多便利店是一家吗？这个你喜事多到底是不是 Costco 啊？这个有没有台湾的网友给解释一下？好啊，今天呢我们人不是很多啊，然后问题也不是很多，所以呢2条内容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其实我比较奇怪，为什么大卖场不流行了？像台湾、日本那种小摊位，国内大卖场之所以不流行的很多原因是，叫什么呢？就是疫情以后，其实很多的这种，快递啊，或者是这种配送呢，要更发达了。我能够坐在家里等人给我送来，还能用各种优惠券，我为什么要到线下去呢？对吧？这个线下你还要自己去推个车，然后大包小包拎回来，还是很累的啊。所以大卖场它就不那么好搞。好事多、喜事多是 Costco 啊，叫 Costco，好是这个好吧？这个我还是没太搞懂啊。今天难道都出门旅游了吗？是啊，或者今天这个话题实在是大家不喜欢。这个920加在美国1200美金，带1T 闪盘8T 硬盘，这也忒贵了吧？1200美金是8000多块钱，快9000块钱了，人民币对吧？8000多块钱。你像我买的话是3000多人民币一个机箱，然后硬盘的话，我买的是18T，是1000块钱一块儿。然后呢，闪存我是买的512的2条，一共花了我大概是400块钱啊，大概我整个的那一个箱子配在一起，就是一个机箱加上4块盘，再加上2个缓存的话，这2个 SSD 一共大概也就是可能7、8千块钱，我可能整个花的钱就是这么多啊，然后就把它都买齐了。C Store 是便利店啊，这个叫喜事多。Costco 的翻译是好事多啊，但是在国内就不叫好事多，国内叫 Costco。我发现最近直播人都少，这个我的观察地点在视频号，好吧？这个很奇怪啊，我觉得最近好像YouTube 有点改算法，有很多比较旧的视频被推荐出来给别人看，所以我有好多很旧的视频在收到评论，这个让我觉得很诧异，就是新视频现在看的量其实比较少。
Costco 在台湾叫好事多，好吧？台湾看来是没有山姆。国内大卖场早在很多年前就没有年轻人逛了。是的，我想到的是文明城市搞的，毕竟大多数人都爱凑热闹，这个应该不至于吧？开市客这是什么？喜事多是台湾品牌啊，好事多是 Costco， 看来是这样的。上海大卖场基本上都是老年人，这个我还真没太发现啊。美国山姆是599间，看来这个山姆还是美国品牌，中国不到50间，直接整黑的好多，这是什么意思？说的哪段？我对线下购物最近的一个新感悟，线下商店是一个社交场。我就是跟其他的女性一起约着买东西，其实买东西不重要，就是喜欢边溜达边聊天，好吧？美国的购买力是非常惊人的，我发现了。好事多啊，还得给我们纠正，开市客，开市客是大陆翻译，但是我查一下啊，这个 Costco 在大陆有没有这个正式的官方名？Costco 超市，大陆有正式中文名吗？还真是开市客。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公司在大陆的这个名字都比较怪，比如说 HP 在中国叫惠普，IBM 呢倒是没有给他们起特别奇怪的名字。杰维 C 我记得当时我是他们的中国区的某一个产品总代理嘛，他们在中国的名字叫杰伟士，对吧？都会给自己起一个中国名，因为中国规定的是英文名不可以进行工商登记啊，我自己还写过工商登记软件。在美国 ，Costco 山姆是打不过 Costco 的。很多人觉得山姆其实是沃尔玛的高配版，好吧？看来这种就是用户心理建设是很难的。我老家能做吃喝的流动摊贩聚集点，逛的都是年轻人啊，这个也不错了。黑群灰啊，黑群灰还是蛮危险的，我就觉得懒得折腾它啊。我这一次折腾群灰这个什么东西，就已经折腾的我这个很费劲了，就是这个重新去进行空间释放这件事情，搞得我真的是感觉脱了一层皮一样。对，我现在整个做完了以后，原来是剩6T，现在是剩25T。Costco 的厉害，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那抓紧讲。对啊，我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就是为了约她的小姐妹。这个现在我太太去超市，有的时候也是要跟她的这个闺蜜啊，要跟这些人一起去，啊，我说我要去，她说你去干嘛去？讨厌，对吧？都是这样的。貌似 IBM 在墙内没有中文名，对 IBM 好像是没有。不用奇怪，好多国外品牌命名中国名的时候，都找香港 4A 公司。那好吧，因为山姆美国的山姆店，都在沃尔玛旁边啊？为什么是这样？中国山姆跟沃尔玛肯定都是分得很远的。其实中产阶级一看沃尔玛就觉得还是别进去了啊，这有点像当年丰田要变成 Lexus 才能够进入美国高端市场一样啊，好吧。我前阵子和 Costco 吵架，如果上法院肯定赢，但是，决定算了，如果赢了，可能会被取消 Costco 会员，想想还是不被取消好，毕竟我喜欢去那里逛啊，发现奇葩商品。
但 Costco 本身商品就比较少啊，Costco 应该发现奇葩商品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你如果对奇葩商品感兴趣的话，应该多逛逛 Tmall。NAS 本质上是低配电脑跑一个 Linux 系统，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它要比低配电脑要更省电、更稳定，对吧？它比如说在发热、耗电和一些特殊应用的效能上，还是进行了一些优化。好，我们今天到1个半小时，差不多到这里。那么讲一下这周的安排啊，然后本周的会员节目的话，我准备给大家尝试一下在 DeFi 里边把 Notion 挂进来啊，就通过 API 直接去读写 Notion 的网页和数据库，然后这个进行一定的处理啊，这是本周可能在会员节目里去继续更新 AI 公开课啊，不叫公开课，AI 会员课。然后呢，这个明天会去见一下徐凯啊，就是那个凯哥讲故事的徐凯，他呢是去做这个西班牙非盈利移民去了，最近跑回国，我准备跟他去录一期节目，然后聊一聊这个西班牙非盈利移民到底咋回事啊，这是可能本周要去讲的一些事情。可以用黑莓自己组一个啊，黑莓的算力还是差的比较远的。现在 Costco 买一袋全麦面粉是阿联酋磨面啊，这种是一种特殊的石磨磨面，那你会把石头渣子都吃到肚子里的，可能就是碳酸钙吧。山姆就是沃尔玛的吧？山姆是沃尔玛的，就是他们是先有的沃尔玛，后有的山姆啊。山姆是在沃尔玛的基础上重新设立的高端品牌啊，或者叫会员收费会员的品牌。但是呢，他在设立店的时候肯定都是离得很远的，在国内都是。台湾有13000多个便利店，啊，平均1700人一家，除了超市有2、3千家，还有数百家量贩店，其实市场蛮挤的。我在台北就记得去那个叫南门市场，还叫什么，就是那种大菜市场，然后在里边去买这个肉松啊，还有那个他们那个东西叫什么猪肉纸，哎呀，那个玩意儿实在太好吃了，就是把猪肉压的薄薄的，完全透明的，像一张纸一样，然后很脆很香啊，那个实在是好吃。然后离开台湾以后，在大陆没有见过卖这东西的。但很遗憾的就是我把那个猪肉纸塞到那个箱子里头带回国的时候，带回大陆的时候呢，它都碎掉了啊，但是味道还是很好。徐凯回来了，对的，这个他是11月份在台湾西班牙有团是的，所以我准备问问他到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呗，看看他到底买房了没有。美国有4717家沃尔玛，中国的沃尔玛数量也是很多的啊，但是中国的山姆数量很少。我最近就在考虑这个非盈利移民，行吧？等我跟他录一期节目来给大家看吧。然后 Costco 经常会有我喜欢的东西，Tmall 基本面向华人大妈啊，不是看不起华人大妈，问题我不是。哎，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如果需要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对吧？或者买到手了以后需要开个盲盒，你都不知道能买的是什么，就是 Tmall 会给你很多的这种惊喜感。至于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哎，美国应该也是有名创优品的吧？叫 Miniso。这个因为我知道欧洲是有的啊，日本我没去，日本好像有，我好像见过。然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都是有的，欧洲肯定是有，因为当时在法国签约的时候，因为讲的是日本店，所以在国内还引起了这个很大的舆论风潮，然后最后才出来辟谣的。就是法国、意大利应该都是有 Miniso 的。我看过一个新闻啊，英国人在西班牙买房，在伦敦上班，上下班坐飞机成本算下来比在伦敦租房便宜。他不会天天飞吧？我估计他1个礼拜飞一次还是可以的吧。天天飞要是还便宜的话，那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我觉得他如果住在法国加莱附近，然后走加莱隧道过去，可能还便宜吧。每天飞真的可以那么便宜吗？这个完全无法想象啊。普通机器磨面，也会吃些钢碎片啊，不如吃石头了。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吧。很多年前有个新闻，有个波兰人每周坐飞机去伦敦2天，课后回家啊，比在伦敦便宜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一周飞一趟还是有可能的。上海的沃尔玛基本都撤了，连我的联名信用卡都变成中信卡了，但比较奇怪的是，几天前出命案的是松江沃尔玛，好吧。这个上海这个那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标题，我就没有仔细去看，还是比较吓人的。因为在美国，沃尔玛都是自己开发的这种广场好吧，可以一起规划。国内大部分都是租的，国内的沃尔玛其实都是房地产商开的，就是我在这儿盖了一片楼，然后需要有一个配套，就把一个沃尔玛弄进来。山姆的话，一般它的这个起始的加盟费用太高了所以房地产商不一定搞得定这块儿。美国的沃尔玛比大国的面积要大很多，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因为我在美国没去过沃尔玛。我在美国去过山姆，去过这个叫什么呢 ？Costco 这种我都去过，但是沃尔玛我还真没进去过。名创优品现在开始搞盲盒了这个名创优品，反正有时候我会进去晃一晃，但是也并不常去。因为名创优品里头的大部分东西我都会在电商里头直接买而且名创优品的东西我现在基本上是在抖音买连这个 Timo 或者拼多多我都不去抖音里头推荐什么的我就买都是这样的一种玩法。Miniso 美国30间左右那还可以嘛。那看来美国还是大有可为可以接着开美国我是去过那个叫什么 Dollar Tree 什么这些我都去过这个但是我觉得 Dollar Tree 的那个感觉就是国内的那种要更低端的超市的感觉了，它就是那种会员就是廉价超市嘛。好我们看看差不多今天就到这里，然后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非常感谢。下周的话可能下周的周几我要溜出去一趟我应该是在周一要溜，不对对，这是10月份的吗不是，这是9月份10月份的这儿下周是周三我要溜出去一趟所以呢我可能下周的读评就会改到周二，然后周三我应该要去香港，然后10号在香港，11号的话会返回，所以呢下周的节目可能就会断更一些这个具体看我录出来呢就跟大家说，录不出来呢就没有办法了。到香港的话也有可能直接就开始找一个地方就开始直播了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也是有这个会员邀请，所以我就会溜过去转一转，就跟上次去日本一样。Dollar 不是在缩减门店嘛那其实挺好的，多出去走走吧，晒晒太阳有益于身心健康也激发灵感。是的，是需要多出去走一走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结束。